家好，我是兔兔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沼泽过滤箱的运行近况之后，又过去了2个月，毫无维护的2个月。最近我关心了一下植物的长势和过滤情况，没想到，我的天呐，都长成啥样了？这些植物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呢，长得更好了，变成了一个小森林。但很可惜的是，有一种植物死掉了。这些植物到底是吸收了多少的养分啊？看来史专家们诚不欺我。现在我要考虑的是，要不要控制一下这些植物的长势了。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在我上一次入手了沼泽过滤箱之后，我又强行安利给我爸的乌龟沼泽过滤箱，货到之后完全都是他自己安装的，也成功的运行了2个月。那上一次的视频，有朋友看到之后还挺关心这个的，想了解了解近况，所以今天我将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。给大家看我已经运行了1个多月的乌龟沼泽过滤箱，我感觉运行还挺正常的，不错。这个龟箱，对，我简称龟箱，它其实挺大的，可以看到下层的高度和我家的电视柜几乎都齐平了。这里面的空间真的很大，对于2只乌龟来讲足够活动了，堪称一个土别墅。你看它真的感觉很惬意啊，2只脚都伸得老长了。现在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这个乌龟沼泽过滤箱的工作原理。它主要是2个部分组成的，一个是底层的大箱子养殖区，一个是上层的小箱子，也就是过滤区。下层有一个乌龟晒台、支撑管、水泵、进水管、出水管。上层就是一个小的沼泽过滤箱，我铺满了石子，还种了一点停水植物，就是铜钱草。另外的绿萝是我爸强行加上去的。乌龟的粪便会成为植物源源不断的养分，植物的根系会去净化水质。因为养在室内，我为了让植物长得更好，所以还增加了一个水草灯。但是呢，我觉得相比我外面疯长的停水植物，它的长势真的不太好。下层箱底的水会被这个小水泵抽到上层，慢慢的没过砾石层停水植物的根部，也就是过滤之后再排出。通过这根排水管将水排出，这也就形成了循环。这个晒背台是我为了改善它们的生活条件专门定制的，它的材质和过滤箱的是一样的，所以看起来就像是一整套。我听说经常晒背对它们的身体是有好处的，所以同时我还入手了一个晒背灯。水泵需要24小时运行，但是2个灯，水草灯和晒背灯，我觉得没必要那么长时间运行，所以我设置了一个定时，每天开启3小时。为了实现云养龟，我用了一个小蚁摄像头，24小时开启，这样就能随时查看它们的状况了。我觉得植物太少了，我准备再补种一点铜钱草和薄荷。这是我从外面的沼泽过滤箱里面挖出来的，根系都长得好长了。这就是我的老年人云养龟方法。
套系统经过我的观察发现，植物长得很不好。我觉得应该是我爸给乌龟的投食太少了，导致乌龟的粪便产出不够，提供的养分也不够。那植物呢，就算是我给了它补光灯，有充足的光照情况下，依然是长势非常不好。那我其实不太会养龟啦，我会的只是云养龟。所以之前有朋友问到怎么养龟的问题，我感觉我没有办法做出一些专业的建议。那之前还有朋友说，就说我买的那只巴西龟呢，它是一个外来物种，侵略性很强，战斗力很强，两只乌龟放在一起会打架的。是的，我这一次发现它们打架了，但是貌似好像我家之前的那只草龟战斗力更强一点，感觉好强悍的。它把那只巴西龟的眼睛都就是抓伤了，我看到有明显的伤口。总之呢，我感觉他们现在就是因为空间足够，各占一方，老死不相往来了。OK 呢，本期的简单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